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今天的主角呢，非常的厉害哦，它是有世界上最美锹形虫之称的彩虹锹形虫哦。这个彩虹锹形虫呢，可以说是超级的高人气种类哦。基本上有在饲养甲虫的，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接触到这只非常有名的甲虫哦，很酷哦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带大家开挖几只新羽化的彩虹锹形虫。那另外呢，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幼虫的饲育记录。更重要的是要带大家好好来欣赏，而且认识一下这种超级美丽、世界上最美的锹形虫哦。赞叹大自然的奇妙，竟然可以在野外有这么漂亮的颜色出现，人工方法下可能都还做不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哦。好，那顾名思义呢，它叫做彩虹锹形虫，就是因为它的壳上面有非常多的颜色。它的前胸背板呢是有一点比较黄色的，然后奶油色的黄色。然后呢，鞘翅上面是非常漂亮的金属光泽，有金属绿、金属红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金属蓝跟紫色哦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鞘翅啊，后面是非常 shiny、非常闪亮的。但是呢，它的前胸背板大部分呢是一个雾面的，在同一只虫身上都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一个色泽变化哦。那同时呢，它的这个脚也是跟一般锹形虫不一样，跟印尼金锹还比较像，它是往上翘的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它也是往上翘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一只彩虹锹形虫的公虫。那母虫的话，它前面的这个牙呢就非常的小，然后身上呢是会有一些磕点的，有一排一排的磕点的。然后公的呢就是牙齿这么大，很漂亮。公母同样都会有红绿色的这个金属光泽哦。彩虹锹形虫真的很漂亮哦，不愧是世界上最美的甲虫哦，哇！那这个彩虹锹形虫除了最一般我们看到这个红绿的感觉，透过人工饲养筛选的情况下，其实可以筛选出像是整只偏红、整只偏绿，甚至呢有整只偏紫色、整只黑色的各式各样的不同颜色哦，都是透过人工饲养筛选的方法来养出各种颜色的彩虹哦。像我手上这两只呢，就是最一般的哦，就是原色的彩虹锹形虫哦。那我等一下要开挖的呢是红色的彩虹锹形虫哦，它的鞘翅呢会整只比较偏红。把这种各式不同颜色的彩虹锹形虫放在一起，那个画面真的是美，真的很美哦。好，那这个彩虹锹形虫呢，其实是非常适合、非常容易上手的甲虫哦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呢是它这个成虫啊，它比较耐热，一般在居家的环境下，不要超过30度的高温，都可以很顺利的饲养这个成虫哦。而且呢，它们成虫的寿命可以说非常长，如果好好的饲养，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，可以饲养超过1年的哦。所以是一个很适合新手来第一次体验哦，而且又很好养，又非常可爱，也不容易被夹到的甲虫哦，很赞，很适合大家来饲养的彩虹锹形虫。那当然，幼虫的饲育我还是会建议有温控条件更好哦。不仅是要把这些幼虫顺利养活，它的耗材其实很重要。一个饲养上的关键就是这个温度呢是给耗材用的。例如说，我们彩虹锹形虫现在会用菌瓶来饲养，这个菌瓶呢，它在高温的环境下腐化的速度非常快，所以有时候在温控条件下，也不仅仅是为了虫要养活，也是让这个耗材更稳定，饲养起来呢也会更加的顺利哦。而成虫的话呢，家里的小朋友如果想要接触甲虫，彩虹锹形虫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。我们现在要来带大家开挖，这个是我饲养的彩虹锹形虫，已经羽化喽，在这边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勇士，好，这个是勇士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，这个是勇士，非常的漂亮哦。我从这个洞已经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是成虫，闪闪发光的。那这一批呢是红彩。虽然它是红彩，但是整批每一只的颜色表现都会有不同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开挖的彩虹锹形虫啊。那这个呢标签上面就有写一下，这个 R 就是红色嘛，因为写很多字很累。红彩，然后呢我是4月的时候是30， 6月底的时候称到有21克哦，这两只都有21克的表现。那下去以后就很顺利的化蛹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只一只来开挖哦。
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这里有没有这个地方是它的勇士，然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红色鞘翅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来开挖。来，我们来把它给请出来吧。这个木屑菌皮都已经非常的松了。好，就出来咯。酱酱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腹部，这个腹部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已经比刚刚看到的还要更红了哈。哎，请一只来看一下，这只是一般的原色的彩虹锹形虫哦。然后呢，这一只呢是刚挖出来，它是红彩，你可以看到腹部就已经比较红了哦。那我们现在马上把它转到正面给大家看一下，会不会红呢？哇，红！真的很红，身上这个鞘翅啊，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，它绿色的比例会比较少，然后整只红色的比例就会比较高。这个呢，就算是一只表现还算相当不错的红色型的彩虹哦。这只不仅它的颜色是很漂亮的，它的体长呢应该也是相当的不错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来帮它测量一下身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帮它量一下身高。你有多高呢？哎，碰到它前面的牙齿，哎呦，碰到它前面的牙齿，然后，感觉很大哦。哇！这只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只是65哦。这个呢，算是表现非常不错的彩虹。它不仅体型很大，那它的颜色也是很漂亮的，非常红。这个红色的比例呢，算是很高的。哇，这只很漂亮。好的开始啊，这个是好的开始。那我们来挖第二只哦，第二只它的更换的时间是相同的，然后它的体重呢也是相同，也是21克。好，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屁股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可以看到屁股，然后我们一样赶快把它挖出来。这种时刻，这种开挖收成的时刻，也是非常棒的。嘿，看到了哦。这一只的颜色就没有像刚刚那只表现那么红，但是体型应该也相当不错。出来吧！哇，这只也很漂亮，体型呢也是相当大的个体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那很明显呢，这只它的颜色就没有刚刚那只那么红。其实它的颜色每一只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变化的哦。好，那这一只呢虽然没有那么红，可是呢还是非常的大哦。这只是小蛋几嘞？这只呢是62.8哦，这只呢比第一只要来的小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哦，有差哦。这只65的，它的身体的宽度啊，就比这只还要来得更宽哦。然后红色的比例也比较高，所以这两只呢，这只红色的表现呢就是比较好的。不过呢，过6的彩虹其实都很漂亮，它这个牙齿的长度都算是蛮长的，然后齿突的末端呢也会多凸一个大大的这个大耳朵哦，一个大耳朵大齿突。好，我们再挖一只哦，这一只呢是没有换到6月的那一次，就是4月第一次就已经化蛹了哦。那这个呢是用窄口菌皮来饲养的，窄口菌皮。那像这种窄口菌皮呢，通常我们就直接是把它割开就可以了。好，来咯，直接开讲。讲在这里，有没有？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它勇士的位置。那这一只呢，就是表现很好的红彩哦。这个腹部非常的红，鞘翅呢也非常的红。这只红彩的表现就还蛮不错的。这只呢是61.3哦。61.3的一只很漂亮的红彩锹形虫，很漂亮。这只它的颜色表现呢就相当不错，跟第一只是有的比的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第一只啊，这两只都非常的红，那这一只呢就很明显的没这么红咯。
有饲养过彩虹锹形虫的虫友啊，或是未来想要饲养的，可以先注意一下，就是彩虹锹形虫在最后要化蛹前，它很容易在这个菌瓶里面乱钻暴走哦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是它准备要化蛹的一个前兆。我自己而言，我会有2个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先判断这个菌瓶它能不能让它在里面钻一钻，咬烂以后化蛹。那怎么判断呢？我一般会看说，如果这个菌瓶它很干，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菌瓶它开始咬烂以后会白白干干的感觉，那种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顺利化蛹的。就算它钻到后来化蛹，它也一定缩小很多。但是如果像整瓶呢，都已经比较黑、比较湿、比较有点粘性的感觉，这很重要哦，因为它比较容易在下面推成一个坚固的蛹室。那种时候，我有时候就会选择不去更换它哦，因为它通常就算开始钻，也会在下面小钻一下，马上就推出一个蛹室来化蛹。比较保险、比较确定它可以化蛹的方法呢，就是当我们发现它乱钻，或是觉得它准备化蛹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从这个菌食品里面取出来，直接压一杯木屑给它化蛹，效果会普遍不错。不过呢，像我之前也有遇过25-6克的幼虫哦，紫彩很大只的幼虫，结果我把它挖出来用木屑催蛹的方法，它反而只有60哦，就是说它其实最后这个不确定性还是有的。那不断的观察跟测试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。如果未来有发现或是有虫友分享更好的方法，我也会再跟大家介绍哦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彩虹锹形虫，世界上最美的锹形虫的开挖，还有它的饲养。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未来呢，再来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超酷炫的甲虫。哇哦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